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由医生英本美伦子和营养顾问定真理子合著的《医生教你的儿童饮食大全》这本书。根据英本医生在内科诊疗中观察到，最近就诊的小中学生数量逐渐增加，他们面临的问题包括起床困难、无法上学、情绪低落、易怒等。几乎所有孩子都存在饮食或零食方面的问题。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营养失衡。即使在这个信息丰富的时代，营养不良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。孩子们每天接受着大量新鲜刺激，同时也在不断变化和成长。因此，孩童时期是整个生命周期中最需要多种营养素的阶段之一。日常饮食对心理和身体发育的影响远比您想象的大。这个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成年人。即使每天都吃饱，如果饮食内容不合理，也会导致营养不良，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。让我们通过今天的视频学习正确的营养摄入方法吧。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方面：第一章，营养疗法让孩子变得更健康；第二章，营养疗法的基础；第三章，营养疗法具体案例。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您当前需要了解的，请务必看完整个视频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是第一章，营养疗法让孩子变得更健康。要培养健康强壮的孩子，给予充足的营养至关重要。实施营养疗法后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分为以下4个方面：一、很多问题的根源在于营养不足；二、有关孩子饮食的要点；三、营养疗法在预防医学上的重要性；四、通过营养疗法使育儿更轻松。让我们依次来看每个方面。首先，许多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营养不足，例如早晨起床感到困难、不愿意上学、晚上做噩梦、身高不增长、情绪易怒、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。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归因于营养不足。一些表现为提升成绩困难、难以消除疲劳等情况，也是由于缺乏某些营养素。当然，并不是说通过饮食就能完全治愈所有问题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身体的不适往往与饮食相关，因此补充所需营养素可能会显著改善症状。你可能听说过湿疹吧？针对这种皮肤问题，通常会使用抗生素或类固醇治疗，但已经发现通过补充对皮肤和黏膜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素，也可以进行治疗，而无需过分依赖药物。此外，头痛、头晕等原因不明的症状，往往是由于铁和维生素等营养素缺乏引起的。同样的，孩子失眠、脱发、容易出现淤伤等不明原因的不适，几乎都与营养不足有关。孩子的心理健康也会受到营养不良的严重影响。例如，学习时难以持续坐定5分钟的障碍，没有受到欺凌或其他问题的影响，却突然不愿意去学校，情绪波动大，容易发脾气，出现幻听、幻觉等症状，有时会怀疑是否存在大脑异常。经血液检查后发现只是贫血和低血糖状态，而不是精神障碍，这是简单的营养不足所致。尽管看似精神状态与营养关系不大，但控制孩子的心理和情感的是大脑，而大脑的构成主要受到摄入食物的影响，对成年人也是如此。当精神状态出现问题时，重要的是要考虑食物是否可能是其中的原因，因为人体所有功能都依赖于营养，而孩子们尤其处于发育阶段，吸收消化食物来建立自己的身体，因此可以直观地理解到营养不良对他们的巨大影响。孩子的潜力是无限的，食物的改变会影响孩子的成长方向，营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。关于孩子的饮食需要注意的事项，我来解释一下第2点，有关孩子饮食的要点。我们经常听到的建议是让孩子以蔬菜为主食，而不是以肉类为主。要控制高热量食物的摄入，鸡蛋每天最多只能吃1个，因为它们通常含有较高的胆固醇。水果则可以随时多吃，因为富含维生素。孩子们是否在日常饮食中遵循这种方式呢？
实际上，这种饮食模式并不完全符合孩子的营养需求，反而可能会阻碍他们的成长。例如，如果有人问是否可以每天吃4个鸡蛋，答案是肯定的。当然，如果孩子对鸡蛋过敏就不行了。鸡蛋富含蛋白质，这是我们身体各个部位、皮肤、头发、肌肉、内脏和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请记住，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，无论摄入多少都不为过。通常一个人需要每公斤体重摄入1至1.5克的蛋白质。比如，体重50公斤的人每天需要摄入50克至75克蛋白质，4个鸡蛋只能提供约26克蛋白质，仅满足一半左右的需求。还需要摄入牛奶、奶酪、肉类和鱼类等食物，才能达到每天所需的蛋白质量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入1.5克至2克的蛋白质，是成人的1.5倍左右。稍微多吃一些鸡蛋并不是问题。当然，蛋白质并非唯一需要关注的营养素，还有许多其他对于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发展都很重要的营养素。反之，缺乏这些营养素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成长。对于父母来说，正确了解孩子需要哪些营养素以及需要多少量是非常关键的。如果孩子挑食或者有极度偏食的倾向，或者因为忙碌而以垃圾食品或速食为主食，那么营养就会严重不足，对健康的身体和心理都会造成明显的伤害。孩子出现的各种症状和疾病都是这样的信号。一旦出现异常，首先应该考虑饮食问题。请记住，饮食对健康至关重要。此外，早餐也非常重要。相比于不吃早餐，或者早餐经常不吃蔬菜，而是更喜欢米饭、面包和面食，还经常吃巧克力和零食，经常喝运动饮料和碳酸饮料。当孩子们养成这样的饮食习惯时，就需要警惕了。即使目前没有表现出症状，仍然能够积极参与各种活动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的问题。务必密切留意并采取预防措施。接下来，我来解释一下第3点，营养疗法在预防医学上的重要性。人体在生命活动中持续消耗营养，特别是孩子们以极快的速度成长，所需的营养也相当可观。为了更健康、更健壮的生活，合理补充正确的营养是必不可少的。营养疗法中，将营养物质用于维持生命活动并逐渐减少的过程称为异化。补充已经消耗的营养物质则被称为同化。一般来说，异化的量等于同化的量。这个形式对于保持健康是必不可少的，但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补充的量通常要比消耗的要多一些才算合适。始终保持充足的营养供给，以预防可能发生的疾病和症状。与一般医院需要等到患病才能进行诊断和治疗不同，营养疗法可以在未患病的情况下治疗可能发生的疾病或症状，这也具有预防医学的意义。目前，预防医学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例如，当孩子容易发脾气时，缺乏哪些营养？当困扰于青春痘时，哪些方法有效？授考生需要集中注意力时，应该让孩子吃什么？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营养疗法得到解答。接下来，我来解释一下第4点，通过营养疗法使育儿更轻松。因为通过满足孩子的营养需求，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宝宝夜间哭闹就是因为营养不足所致，因此通过学习营养疗法可以减少夜间哭闹。当然，除了让宝宝本身摄取足够的营养外，母亲自身也需要遵循营养疗法，这也是有效的方法。有过无数次哭闹而受困扰的母亲，通过补充必要的营养后，母乳中的营养也传递给了孩子，从而让宝宝能够安心睡眠。这种情况也有很多实例。此外，在幼儿期，有的孩子很听话，不需过多操心，但也有一些孩子在公共场合或者乘坐交通工具时表现得很吵闹。这背后有多种原因，其中营养也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之一。近年来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营养不足会影响到孩子的各个方面，包括集中力、
心理健康，甚至性格。如果营养不足导致无法专注、无法集中注意力，那么就无法充分享受一次性的人生。营养充足的孩子可以更充实的生活，而这也是父母的责任之一。日常的饮食对此至关重要，需要牢记。接下来是第2章营养疗法的基础。营养疗法确切来说是分子整合营养医学。海外自1960年代以来，在精神医学、内科、癌症治疗、抗衰老等多个领域都有营养疗法的应用。简单来说，营养疗法通过调整构成细胞的分子的营养平衡，可以改善和治疗身体和心理的问题。我们的身体由大约37万亿个细胞组成，每个细胞正常功能才能保持健康。为了让每个细胞正常工作，充足的营养是必不可少的。学习如何获得适当的营养是营养疗法的核心。在营养疗法中，无论面对何种患者，首先进行血液检查是常规做法，这样可以确认健康状态并检查缺乏的营养素。普通的健康检查大约包含15项内容，而营养疗法则会检查60多项血液成分。因此，即使在常规医疗机构被诊断为健康无虞，营养学角度可能会找到问题的根源。举例来说，即使是头痛这种常见症状，在一般的诊断中很难找到其原因，除非是明显的疾病。然而，从营养疗法的角度来看，这可能是维生素不足或缺铁所导致的症状。通过营养疗法，可以找到各种不明原因的症状的根源，并进行治疗。疾病并非突然发作，而是由于营养缺乏或压力导致的激素失衡、自律神经异常或免疫力下降，最终才会导致疾病的发作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如果在早期阶段补充所需的营养素，即使发病也可以通过调整营养来改善症状。基于这一点，饮食是营养的基础。孩子健康的成长取决于每天摄取的食物，这对于大人也同样适用。大人的日常健康取决于您摄入的食物。了解需要哪些营养素以及如何搭配食物，是通过营养疗法学习的重要内容。此外，在营养疗法中，摄取足够的营养素量也非常重要。如果无法通过饮食补充所需营养素，那么使用补充剂也是必要的。请记住这一点。接下来我们讨论另一个话题，即孩子的健康基础是由母体决定的。孩子的健康基础主要取决于母体的状况。更具体地说，孕期前母体的营养状况对孩子的健康有重要影响。一个理想的母体没有孕吐，没有水肿，也没有贫血，能够保持活跃直到临产前，产后也不会出现严重的产后抑郁症。这样的营养良好的母体会生下大约3公斤左右的婴儿，同时具有较强的免疫力，不容易感染疾病，皮肤和黏膜也更加健康，因此不容易患上湿疹或哮喘等疾病。然而，母体营养不良时，胎儿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，导致可能出生为低体重胎儿。当然，并非所有这些问题都完全源自母亲，但母亲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成为这些问题的原因。因此，我认为在成为母亲之前就应该注意日常饮食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从希望怀孕的人怀孕期间到需要母乳喂养的阶段，以下是必须摄取的营养素：第一是对身体各部分起作用的蛋白质；第二是影响大脑神经发育的铁；第三是对皮肤黏膜起作用的锌；最后是能够减轻夜间哭闹的维生素 B6。为了宝宝和母体的健康，我们需要充分了解这些营养素，并积极地摄入它们。母亲在怀孕期间积极参与促进肠道健康的活动，不仅要保护母体的健康，母亲的肠道活动对于避免孩子成为过敏儿童非常重要。过敏问题存在许多信息，最终导致人们感到不知所措。为了避免孩子过敏，首先需要调整孕期母亲的肠道环境。为什么要强调肠道环境呢？因为肠道环境与过敏密切相关，它控制着免疫力。从胎儿开始发育的时候，羊水的环境几乎是无菌的。出生时通过产道通道会首次接触许多细菌，
这些细菌是从母亲的肠道环境中接触到的，因此母体的肠道环境如果不良，可能会影响到婴儿的健康。相反，保持良好的肠道环境可以为婴儿提供良好的基础，这对于婴儿的成长过程非常有利，这需要我们特别注意。简单来说，这有助于提高免疫力，减少过敏的可能性。为了实现这样的肠道环境，我们需要积极摄入乳酸菌、双歧杆菌等益生菌，以及这些益生菌所含的食物纤维，这些都对改善肠道环境非常有效。通过补充剂补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乳酸菌存在于泡菜、豆腐、味噌、酱油等日本传统发酵食品中，还有酸奶里。让我们积极地摄入这些食物吧。食物不是药物，而是身体建设的材料，并非一蹴而就，长期坚持才是关键。您的孩子现在多大了呢？回顾自己的育儿经验，很少有人能自豪地说自己给孩子提供了完美的饮食。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之前的饮食习惯并不好，对未来是否能继续良好饮食感到不安的人也很多。但是请放心，现在改变仍然为时不晚。我希望您能在本书中深入了解营养知识。营养对于孩子至关重要，不像药物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伤害。因此，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？营养的效果需要时间才能体现出来，不可能像药物那样立竿见影。但是由于孩子年轻，新陈代谢良好，他们的反应可能比成年人更快。无论如何，改善营养对孩子是有益的，这是肯定的。关键是不要着急，慢慢坚持下去，不要强求，这样对孩子的健康更有好处。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，建议父母一起实践营养疗法。接下来是第3章营养疗法具体案例。第3章将详细介绍如何将营养疗法融入日常生活中，并举例说明。但在此之前，让我们先解释一下儿童常见的5种营养障碍。首先是低血糖，这是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当孩子出现不适时，首先要怀疑低血糖。例如，情绪波动剧烈、疲惫无力、健忘、头痛、持续焦虑、抑郁等症状大多与低血糖有关。低血糖症是如何通过饮食方式引发的呢？如每天食用甜食、零食、果汁等高糖饮料，更喜欢富含碳水化合物的米饭、面条等食物。保持这样的饮食习惯会导致低血糖，这种情况将无法改善。第二是缺乏蛋白质。为了构建健康的心理和身体，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。当孩子轻易感到疲倦，稍微做点不同的事情或稍作努力就容易感冒，这是蛋白质不足的表现。肉类富含高蛋白质，因此不太愿意让孩子过多食用肉类。以蔬菜为主的饮食往往会导致孩子缺乏必要的蛋白质，这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，使身体变得虚弱。第3个是缺铁，会导致各种不适症状，影响孩子的健康和生长发育。正如之前解释的低血糖一样，缺铁也是导致身体不稳定的2大因素之一。缺铁会引发过敏疾病、感染疾病、腹泻、便秘、生长痛、容易受伤等多种症状频繁发生。儿童体温过低的原因之一也是缺铁，需要特别注意。第4个问题是缺乏维生素 B 群，会导致能量不足和学习能力下降。维生素 B 群在培养孩子生命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，消耗较快且容易缺乏。缺乏维生素 B 群会带来疲劳和倦怠感，降低抵抗力，同时对影响孩子心态和大脑神经有深刻影响。此外，它也与智力发育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。维生素 B 群不仅用于提升智力，还参与糖的代谢。过多食用垃圾食品、甜食、碳酸饮料等会导致大量维生素 B 群消耗，最终导致缺乏，影响学习能力。最后是缺乏维生素 D， 这会影响免疫力和心理健康，引起身体和心理上的各种问题。维生素 D 对过敏疾病和感染疾病也有积极作用。根据波士顿大学医学部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，血液中维生素 D 充足时，
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和死亡率也会降低。此外，维生素 D 与儿童精神疾患相关，它能够抑制被称为幸福激素的血清素的减少，因此缺乏维生素 D 可能会增加焦虑感、抑郁和压抑的情绪，导致抑郁症、焦虑症、多动障碍、暴力行为等症状的可能性。维生素 D 也可以通过接受阳光照射而产生，因此建议积极让孩子接受阳光照射。以上是5种代表性的营养障碍，请务必注意。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些具体的营养疗法具体案例。首先是第一点，碳水化合物的危险。对于孩子而言，碳水化合物是危险的，尤其是在成长期，孩子很容易感到饥饿，因此他们很容易会被方便快捷的食物如饭团等所吸引。这对于忙碌的母亲来说也很方便，因此很多人会事先准备好孩子早餐或零食。然而这种习惯非常危险，因为这会给孩子带来低血糖的各种症状和疾病。我之前已经解释过低血糖的问题，碳水化合物的过度摄入会导致血糖无法保持稳定，血糖的反复波动会导致自律神经失调，影响心理健康，从而引发头痛、头晕、焦虑、无力等精神不稳定症状，甚至引发抑郁症和恐慌障碍。糖类食品如蛋糕、巧克力、冰淇淋等应被视为偶尔食用的享受，尽量减少摄入。通常作为主食的白米、面包、面条等碳水化合物也含有较多糖分。开始营养疗法时，最先需要关注的是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，选择低糖食材并让孩子食用非常重要。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，完全停止摄入碳水化合物是非常困难的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必要的，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大量食用。可以尝试将白米换成发芽米或者糙米，将白米与杂粮混合食用，用黑麦面包或全麦面包替代普通面包。吃面条时可以选择荞麦面而不是乌冬面，并且控制煮熟的程度，以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量。此外，甜食当然包括汉堡包、零食、煎饼和饼干等，这些也含有大量糖分。避免将这些食物存放在家中也是一种方法。首先要做的是有效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。接着是第二点，过量食用甜食对孩子的学习和智力发展有负面影响。孩子们通常对学习感到兴奋，但过度食用甜食会削弱这种学习动力。作者提醒孩子们，过度食用甜食会影响考试成绩。为什么过量摄入甜食会导致考试成绩下降？我之前已经解释过，因为在糖分代谢过程中，会消耗大脑正常运作所需的维生素 B 群。维生素 B 群有助于维持正常脑功能，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和记忆力，并激发学习动力。但是如果过量摄入甜食，维生素 B 群将用于代谢糖分，从而影响脑功能。因此，确保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B 群对于孩子的学习至关重要。大脑的营养来源是血液中的葡萄糖，而不是糖类食品。葡萄糖可以通过摄取蛋白质和脂类来提供。过去有人认为摄入甜食有助于学习，但现在这种观念已经改变，要让孩子远离过量甜食，以免对他们的学习和发展造成困扰。务必避免这种情况发生。接着是第三点，相对蔬菜来说，饮食中肉类占主导地位。蔬菜能提供维生素和纤维，但对于孩子的饮食来说，更关键的是如何摄取足够的蛋白质。与低卡路里的大豆或豆腐等植物蛋白相比，肉类和鱼类等动物蛋白的吸收率更高，摄取效率更高，具有明显优势。人体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蛋白质，因此即使摄入大量蛋白质也可能不足，尤其是在孩子成长期，更需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。蛋白质无法在体内储存，因此每天如何补充蛋白质非常重要，是维护孩子健康的必要条件。建议每天检查蛋白质摄入量，确保足够。接着是第四点，不吃早餐的孩子可能成为不上学的候补者。近年来，不吃早餐的孩子增加了，原因可能有很多，
比如早上起不来床，早上没有食欲，没有准备早餐，想要减肥等。不吃早餐的孩子经常感到疲劳，上午精力不足，思维迟钝，这主要是由于脑功能下降所致。脑力活动和脑部所需的营养素缺乏，身体只能从肝脏的糖原中供能。然而前一天晚餐后大约12小时，肝糖原就会耗尽，此时脑部仍需要能量，就会向肌肉和血液中的蛋白质寻求营养。换句话说，不吃早餐就意味着破坏身体某些部分来获取营养，容易导致健康问题。因此，早餐要摄取充足营养，确保身体有足够能量。接着是第5点，给孩子喝东西时，茶和水是最佳选择。过去流行过瓶装饮料综合症，因为长期饮用甜饮料会导致胰岛素过度分泌，引发低血糖症状，如疲倦、易怒等。近年来，许多人已经意识到，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中含有约54克的糖分，相当于18根糖棒。即使是被认为健康的蔬菜汁，280毫升中也含有8.5根糖棒的糖分。这些饮料口感好，易于过量摄取，因此非常危险。即使是运动饮料也含有大量糖分，但它们是为运动时设计的，不适合日常补水。建议运动时也将运动饮料稀释一半。日常生活中，像茶和水这样无糖的饮料就足够了。这点需要记住。关于孩子是否应该吃早餐，或者说孩子是否可以进行进食，仍然存在着很多困惑。成年人自己尝试并觉得有效的饮食方法，并不一定适用于孩子。近来流行的16小时禁食，对于处于成长期的孩子可能并不适合，这也引发了一些声音。大家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，一起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，并逐步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理想饮食方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